女孩明明高考750满分，7个亲哥却逼她去读大专。微微，我们不让你去读清大，还不是为了让你能留在嫣嫣身边，继续向她报恩吗？殊不知，此刻收到消息的陆威早已飞往异国他乡。对不起啊，哥哥们，我马上要作为剑桥大学的新生代表发言了。陆威8岁那年遭遇车祸，陆家司机为救他而死，父母也不幸在车祸中遇难，徒留6个哥哥和他相依为命。一开始，哥哥们为了好名声，将司机的女儿接回陆家认作养女。陆威也怀着感恩之心，将秦嫣视作亲妹妹。可渐渐的，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却被秦嫣全部吞没。明明是秦嫣偷走他的毕业论文成果，哥哥们却不惜让陆威背上抄袭者的名声，也要为秦嫣作证。秦嫣谎称身患重症需要换肾，哥哥们便义无反顾地将陆威送进了手术室。直到陆威查到了秦嫣剽窃论文、伪造病历的铁证，得以揭露一切真相时，哥哥们却又因为秦嫣一句毫无根据的揣测，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被活活折磨致死。在睁眼时，他重回到了秦嫣正式被陆家收养成义女的这天，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呵斥：“陆威，你到底认不认错？”枪水的窒息感将陆威的意识拉回，他眼底闪过错愕，这不是3年前秦嫣在宴会上故意算计，让众人以为是他故意推秦嫣落水的那天吗？四哥首先发现了他们，却只救了秦嫣，二哥还逼问他到底认不认错。他在水里绝望地挣扎着求饶，恳求哥哥们救自己。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惹秦嫣，小心翼翼讨好家里的哥哥们，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比一次的心寒。往事浮现，陆威放弃挣扎，真可笑啊！他这个亲妹妹还比不过一个外人。直到耳边没了陆威挣扎的声音，一直在关注秦嫣的二哥陆峰才回头看向泳池，见到陆威已经沉到池底，陆峰不顾一切地跳下泳池，却没发现秦嫣眼底闪过的亮色。哼，陆威死了才好呢。秦嫣转而拉着四哥陆北故作虚弱：“四哥，我也要去救微微姐，她是因为我才会掉进水里的。乖，别胡闹，她有二哥就够了。陆威这是自食恶果，他不会死的。”陆威看着游过来的二哥，脸上的担心不似作假，可刚才也是他对溺水的自己冷眼旁观，只想先逼自己认错道歉。这次他才不稀罕他来救。陆威眼底露出一抹嘲讽，转身游出了水面。上辈子经过溺水后，就是二哥逼着他跟秦嫣学游泳，他努力克服着溺水留下的阴影，拼命学会了游泳，但最后二哥也只会夸秦嫣勇敢，根本不关心他怎么样。陆威刚一上岸，又被二哥一脸凶狠地拦住去路。陆峰仍以为刚才的陆威是装作溺水，只为掩盖他故意将善良的秦嫣推下水池的恶行，而每次不等陆威说出半个字，秦嫣柔弱的声音总会适时传来：“二哥，这件事不怪薇姐姐，我知道她一向不喜欢我成为陆家的人，是我不该妄想有家人，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他可怜的呜咽很快引来四哥的不满。陆北抬头怒视陆威：“这下你满意了？要不是他爸爸为了救你，他也不会成为孤儿，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这种白眼狼，还不如让你死了。”陆威只觉浑身都冷透了，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自己没被救出来。他哑着嗓子开口：“的确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因为他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既然他们喜欢秦嫣当妹妹，那他退出，这辈子再也不想跟陆家有任何的关系。”陆威回到自己的卧室换衣服。宴会开始，陆威径直朝着外面热闹的场地走去。佣人看到他纷纷瞪大了眼睛：“大小姐穿的什么呀？难道是被刺激发疯了？”陆威面无表情，他只穿着简单的短袖，只不过他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凤冠，脖子上戴着一条祖母绿项链，手腕上戴着玉镯和金镯，手指上还有一枚粉色大钻戒。四周哄堂大笑，陆威好土啊，居然把这么夸张的饰品都带出来了。陆威十分平静地走到秦嫣面前：“恭喜你，今天终于成为了陆家的一员。”秦嫣看见陆威身上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心底其实十分嫉妒，但她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微微姐，我知道你不高兴，但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哥哥们的，毕竟我永远只是一个外星人，你才是他们的亲妹妹。”他说着话，眼眶却红了起来。陆威嘴角勾着嘲讽：“好一朵我见犹怜的白莲花，他上辈子就是被秦嫣这副做派骗惨了。”四哥见状连忙解释：“嫣嫣不哭，谁说你是外星人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妹妹。”二哥拿出一个盒子：“嫣嫣，这是送给你的礼物。”秦嫣一脸受宠若惊：“二哥，这不是给微微姐的礼物吗？我怎么能要？”陆威一点也不意外，上辈子二哥也是好心替自己做主，把自己等了很久的手办送给了秦嫣赔罪。四哥撇嘴看向陆威：“虽然嫣嫣不跟你计较刚才推她落水的事情，二哥也替你送了礼物，但你的诚意呢？”陆威点头：“我知道，所以特意带了赔罪的礼物。”下一刻，只见他把身上的首饰全部取了下来：“这是大哥送我的古董凤冠，这是二哥送我的祖母绿玉坠，这是三哥送我的百年人参，这是四哥送我的稀有粉戒，这是五哥送我的翡翠镯，还有这是六哥送的金奖杯，这都是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作为赔罪的礼物，应该够诚意了。”他早知四哥会质问自己赔罪的事，所以把这些整理出来了。反正到最后，这些也都会被哥哥以各种理由要回去送给秦嫣。二哥抿着嘴角：“微微，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礼物明明陆威一直都很宝贝，谁都不准碰。我说了，这些都是我道歉的诚意啊，你们觉得这些够不够？”陆威的情绪没有任何波动。秦嫣有些诧异：“微微姐，这些东西可是哥哥们送给你的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的。”四哥觉得陆威肯定不是真心想送出来，二哥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不满，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陆威面无表情：“这些礼物的价值几千万，作为道歉的诚意，我就问够不够？”二哥有些恼怒：“微微，你别闹了，他怎么能把这些重要的礼物转送给别人？”陆威没有理会，他一把将盒子塞进秦嫣手里：“现在这些都是你的了，包括陆家的6个哥哥，他都不要了。”秦嫣的表情有些尴尬，总觉得二哥跟四哥好像有些不高兴。他没想到陆威居然会把这些拿来赔罪，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要是不处理好的话，肯定会引起陆家兄弟的反感。陆威怎么忽然之间变得难对付了？陆威回到房间后躺下，因为落水着凉有些头晕，他得想想怎么离开陆家，自己赚钱，独立的生活。这一世
是他绝不会重蹈覆辙。宴会结束后，秦嫣就一直脸色通红的样子。二哥和四哥立马发现异常，第一时间送他去了医院。而2楼卧室内的陆薇也开始发烧了，他整晚都在做噩梦，不停在出汗，直到次日一早响起佣人的敲门声，陆薇才想起他今天还要上学。他要脱离陆家的话，必须完成学业，考大学，远离这里才行。下楼时，二哥和四哥正好从外面走进来，四哥皱着眉头朝他大步走来。嫣嫣生病了，这几天在学校你要好好照顾她，她父亲救了你的命，你还差点害死他，你必须照顾好她才能赎罪。嫣嫣吃药的时候，你去帮她接热水，中午替她去食堂打饭，这是你应该做的，听清楚了吗？陆薇声音冷淡，听清楚了，但她可没答应照做。她面无表情走出别墅，抬头看向天空，把泪意硬生生逼了回去。她以为自己重新活一次就不会再难过了，可刚才听见四哥的话，她的心还是宛如针扎一样难受。再忍忍吧，还剩下不到100天了。陆薇到了学校后，直接去了高3教室。她一进入，原本喧闹的教室安静无比，看来昨天发生的事又已经在秦嫣的添油加醋下传得全校皆知了。陆薇听见四周的低声议论，她也不在意，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中午放学以后，秦嫣来了教室，她的手上还打着吊瓶。她一出现，瞬间博得同学们的同情跟关心。没多久，陆薇的桌子就被人用力拍响。秦嫣站在面前，身边的小跟班一脸不耐烦的样子。秦嫣弱弱开口：“薇薇姐，中午你想吃什么？我去帮你打饭，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陆薇冷淡回答：“不需要。”小跟班怒气冲冲：“陆薇，你别给脸不要脸了。嫣嫣自己都是病人，你应该照顾她在学校的一切才对，因为你她才会生病的。”陆薇有些不耐烦，她站起来准备离开教室，却不想她刚走出门，秦嫣忽然就冲了过来，支撑吊瓶的架子倒地，然后秦嫣摔在了碎瓶子上。真是巧合，她妈咪给巧合开门，巧合到家了。教室里顿时一片混乱，陆薇被吵得脑子疼，她刚想说什么，结果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学校的医务室里，体温39度，还能撑这么久。陆薇偏头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这好像是新来的校医，长得很帅，但嘴巴也特毒。陆薇坐起身，感觉好多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等家属来接，免得死在路上，我不想对你负责。傅晨谦声音散漫，可是我没有家人。话音刚落，外面传来四哥着急的声音：“嫣嫣，你没事吧？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四哥，我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你别怪薇薇姐，她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笨手笨脚的才会弄倒了输液夹。小跟班添油加醋，不是这样的，明明是嫣嫣特意去说帮陆薇打饭，结果陆薇拒绝了，还怀恨在心，故意绊倒嫣嫣，我们都看见了。四哥顿时怒了：“陆薇在哪？你给我滚出来！怎么好意思让嫣嫣给你打饭？他爸爸当初就该让你死在那场车祸里，免得你活着折磨他女儿。”陆薇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果然还是跟前世一样，秦嫣说什么就是什么。下一秒，他旁边的帘子被用力拉开，陆薇抬头，小脸苍白，整个人病恹恹的。你别以为你故意装病示弱，我就不会教训你，让你在学校照顾秦嫣，结果你倒好，反而让他一个病人服侍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故意绊倒嫣嫣。陆薇忍着咳嗽，我没有推他，是他自己。你想说是嫣嫣自己没站稳摔倒的？这么拙劣的借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啪的一声，一个耳光甩在他的脸上，瞬间火辣辣的疼。秦嫣红着眼眶开口：“四哥，我都说了是我的错，不关薇薇姐的事情。嫣嫣，你就是太善良了，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一下陆薇，免得她学坏。”就在陆北还想动手时，傅晨谦唰的一下拉开椅子：“你是学生家属？”“对，我是他哥哥，他高烧39度，疑似有感染，需要进一步检查，并且还低血糖，有点营养不良。”陆北有些愕然，他真生病了？他还以为陆薇为了逃避责任装病。傅晨谦声音不紧不慢：“那你们该去检查一下眼睛是不是有问题，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陆北被噎了一下：“你什么意思？”傅晨谦拧着眉头，字面意思，虽然她是你们家收养的继妹，但既然养了就要负责，她是我亲妹妹，不是收养的。哼，看不出来，如果不是你们说是家属的话，我都准备报警，这里有人对未成年实施暴力。陆北瞥了一眼陆薇红肿的脸，语气不善：“你懂什么？我是在教育他，你不知道，他一贯喜欢装病逃避责任，这次还故意让嫣嫣受伤。”陆薇的嗓子火辣辣的疼，本来想辩解，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秦嫣咬着唇瓣，还想推波助澜：“都是我的错，怪我不该笨手笨脚，也不该逞强想给薇薇姐打饭，却不想傅晨谦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这的确是你的错，既然你在输液就不该去教室，明知道生病也不该去给别人添麻烦，别装出一副你弱你就有理的姿态。”陆薇瞪大了眼睛，他居然会替自己说话，他相信他吗？瞬间眼眶有些泛红，连一个陌生人都知道的道理，但他的哥哥们却不明白。秦嫣的表情瞬间僵住，这校医为什么没有被他心地善良的行为打动，反而替陆薇说话？明明他每次用这招都有效的。陆北上前维护秦嫣，嫣嫣生病也来上课，是因为不到100天就要高考，他不能落下课程。他是好心想跟陆薇缓和关系，可惜某些人不领情。陆薇只觉得很讽刺。早上出门时，四哥还叮嘱自己好好照顾秦嫣，端茶送水，他做这些事就不耽误学习了呢。陆北伸手拉住秦嫣：“算了，你跟我回去再说。”傅晨谦却按住了他，他这瓶输完才能走，家属去外面等。陆薇愕然抬头看着面前高大的背影，他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一道伤疤，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腿上也有这样的伤疤，是小时候车祸留下来的。难道他也经历过车祸吗？陆北毫不示弱：“我是他哥哥，我要接他回去，家里有医生。”既然家里有医生，为什么任由他发烧这么久？是他自己没说生病的事情。傅晨谦声音不悦：“这位先生，如果你想强制带走他，我会报警说你们虐待未成年。根据法律规定，他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我亲眼看见你对他实施暴力，这里也有监控作证。我相信警官会做出如实的判决。他现在不想跟你们走，你们没资格强迫他。”陆北最终还是松手离开了。陆薇像是松了口气一样，重新靠在了床头，拿着他面前出现一个纱布包着的冰袋。陆薇拿过冰袋，敷在红肿的侧脸上。“刚才谢谢你。”他声音清冷：“你为什么不解释？”陆薇苦笑：“你信不信？我以前解释过很多次，甚至还拿出了证据，他们都不相信我，只觉得我在撒谎，很难不相信。”陆薇心神微愣，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看向他的手腕：“你手上的伤疤也是车祸留下来的吗？”傅晨谦的手猛然一顿，快速收了回来，半晌后才回答：“没错，是车祸，我也有，在腿上。”陆薇把裙子往
往上拉了一截，在这里跟你的伤疤是不是很像？傅晨谦回头看见他纤细的腿，皮肤白皙，显得大腿上的伤疤很突兀。小孩，不要随便在男人面前撩裙子。可你是医生啊！傅晨谦喉头微动，可他也是男人，没人叫他这些吗？这个伤疤可以治好，为什么不恢复？陆威心脏传来阵痛，因为三哥说这道伤疤代表着父母的存在，要等他将来抽时间亲自帮他恢复。前世他信了，可最后三哥却一脸厌恶地看着他腿上的伤疤，说是他连累了父母死亡，他这辈子都要记住这件事，永远都不会帮他治。陆威想起往事，难受极了。傅晨谦见他低着头，也没多说什么，他坐在旁边打开电视。陆威注意到电视里居然是游戏直播，还是他六哥陆流正参加的比赛。六哥缺席秦嫣的宴会，就是为了这次的比赛，只不过最后输给了北城傅家的小少爷。陆威想起上辈子六哥陆流输掉比赛后，气急败坏，重新组建了家族战队，二哥、四哥、五哥、六哥，还有他们靠着复活赛一路逆袭，最后在全国赛时又对上了傅家小少爷。那个时候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训练游戏，研究傅家战队人员的特点，好在比赛的时候赢过对方。比赛里没有秦嫣，因为秦嫣游戏天赋不高，只能当个替补，所以陆威喜欢在游戏里面跟哥哥们一起战斗的感觉，没有外人打扰他们一家人。可就在他们赢了关键的一局，冠军唾手可得时，哥哥们叫停了比赛，他被换下来，让秦嫣上场。最后他们赢了比赛，成为全国冠军。哥哥们带着秦嫣，踩着他的努力成果，站在了第1名的领奖台上。陆威看着电视上的游戏画面，心好像破了一个洞，怎么都补不好。哭什么？这值得你这么感动？陆威回过神来，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你会玩这个游戏吗？小孩，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准备考试，而不是打游戏。傅晨谦坐在椅子上，懒散地关注着比赛。陆威也看向了比赛画面，认真开口：陆天战队会输。傅晨谦嘴角微勾，看来你挺有眼光。比赛结束后，陆天战队毫无悬念地输了。陆威看见直播画面上六哥陆流的脸色极度难看，等六哥回来，肯定要重新组织战队。这一次他不会再替陆家打比赛，他要替自己打拼，成为职业选手，然后赚钱上大学养活自己，再也不想动不动就被停掉生活费，以此来威胁他听话，甚至让他放弃一流学校，去秦嫣所在的大专。他要经济独立，才能摆脱陆家的控制。游戏职业选手在现在不被商业看好，但是明年直播兴起以后，职业选手还可以直播赚钱。陆威暗自下了决心。直播结束后，傅晨谦回头看了一眼，走到他身边，把吊瓶的针取了下来，吊在桌上，你拿了就可以走了。陆威拿着要离开了医务室，他前脚刚走，后脚有个年轻男人走进来，谦哥，难得看见你英雄救美，不过这小姑娘在学校名声不怎么好，你可别被她给骗了。傅晨谦靠在椅子上，漫不经心的开口，你怎么还没走？我好奇啊，你为什么偏偏来了这所高中当校医，甚至连小傅墨的比赛都没去现场看？你告诉我原因，我马上就走。傅晨谦取掉口罩，挽起袖子，露出了那一道丑陋的伤疤。顾子峰看见后神色一沉，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放下吗？当年那场车祸跟你没关系？不对，这个女孩该不会就是……放学回家后，陆威看见六哥陆流坐在沙发上，脸色很臭。秦嫣悄悄地跑过去，六哥哥，你回来了呀？这段时间我好想你。陆威看了一眼两人互动，转身就想上楼。陆流抬头，陆威，四哥说你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原本我还不相信，现在你连一声六哥都不肯叫了。我这次回来准备重新组建战队，二哥、四哥都同意了，你也来。上辈子六哥也是这么说的，为了得到哥哥们的关注，他毫不犹豫地答应，然后拼命的训练，甚至连高考都被耽误了，最后换来的却是决赛机会被秦嫣代替。六哥，我想全力准备考试，不想打游戏分心。我没听错吧？你居然拒绝我的邀请。陆流的表情变得不太好看，这些年来陆威对他言听计从，从不会忤逆自己。陆威，你最好别赌气，免得到时候我不给你机会，你得哭着来求我。秦嫣适时扯了扯陆流，六哥哥，你别生气，能加入你的战队是我做梦都想的事情。微微姐想通以后会同意的。这么一说，瞬间激起了陆流心底的怒火。陆威真是不识抬举，居然敢拒绝自己。我告诉你，机会只有一次，你现在就想好回答，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家族战队？秦嫣跟着故作关心，微微姐，你就赶快答应吧，别惹六哥哥生气了。秦嫣，既然你做梦都想加入战队，那我把位置让给你，让秦嫣加入也好。到时候复活赛失败，陆流再也没机会参加比赛了。陆威说完就回了自己房间，他拿出书包开始做作业，他必须争分夺把成绩补起来。次日放学后，陆威跟秦嫣来到校门口，司机在外面等着。秦嫣今天要去训练营，司机接到六少爷的电话，要先送嫣嫣小姐过去，不能耽误时间。陆威毫不在乎，我自己打车回去。车上的秦嫣看向陆威的背影，暗自咬牙。陆威，你等着瞧，终究有一天我会抢走你的一切，这是你欠我的。陆威百无聊赖地站在路边，忽然不太想回陆家。小孩，放学了不回家，在路边晃什么？陆威回头看见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他愣了一下，居然是毒舌校医。我现在不想回去，想找个自习室做作业。那你跟我来。陆威迟疑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一直跟到学校医务室门口。来这里做什么？我的病都好了。傅晨谦点了点桌面，这里比自习室安静，也更安全。陆威思考了一下，好像也有道理，那就打扰了。他拿出课本资料，开始认真做作业。傅晨谦看了他一眼，转身去了外面会诊室，顺手关上了门。陆威结束时，时间已经不早了。傅晨谦走到他面前，抽走作业本，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陆威低头看着课本，以前不认真，被别的事情耽误了学习。听着，我只说一次。傅晨谦拿过笔，在草稿纸上解题。陆威看向面前的男人，心情忽然变得很复杂。因为秦嫣的缘故，他没什么朋友，就连老师都不怎么喜欢他，从来没人主动给他讲过题。虽然傅晨谦言语犀利，但是每一道题经过他的指点后，陆威都觉得茅塞顿开。傍晚，陆威收起做好的作业，谢谢你傅医生，您好厉害，连这些都还记得。傅晨谦目光带着审视，你家里没请家教？陆威抿着小嘴，我不想欠他们。傅医生，我以后不懂的可以来问你吗？男人偏过头，语气有些不自然，没空。被拒绝的陆威也没生气，乖巧的收拾书包。良久，傅晨谦偏过头补了一句，看我心情。谢谢傅医生，不对，谢谢傅师傅。陆威说完也没等他反应，拿着书包就跑了。傅晨谦半眯着眼，也罢，就当做打发时间了。一连几天，陆威放学后都赖在医务室，直到做完作业才走。只不过秦嫣却
因为和哥哥们一起训练游戏，白天上课开始心不在焉，甚至睡觉。陆威看见秦嫣在朋友圈炫耀游戏里跟哥哥们并肩作战的视频，正好被走到他身边的傅晨谦逮住，不认真做作业，还想玩游戏。陆威摇头，没有，只是随便看看。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下周月考，如果你能进前100名，就允许你玩游戏。嘿嘿，那师傅带我一起玩吗？傅晨谦半低着眉眼，很久不玩了，等你考进了再说。一言为定哦。他上辈子打游戏也很厉害，到时候也许可以在游戏里面悄悄惊艳一下傅晨谦，找回一点他的自尊。陆威忽然有点期待了起来。他做完作业回家，走进大厅的时候，却看见二哥陆峰坐在沙发上。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陆威的心悬了起来，不能被发现他去医务室做作业。我去外面的自习室了，那边人多，比较有学习的氛围。把书包给我。陆威把书包递过去。二哥翻开他的作业本，看见里面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有错题册，没想到他还真的在学习。微微，我们谈谈。他觉得陆威变了很多，但具体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这段时间嫣嫣进步得很快，如果你跟着一起去训练，肯定也能一起进步。你很有天赋，可以少抽一点时间来训练营，也不耽误学习。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不好吗？陆威低头，坚定回答，我不想参加战队。陆威，秦嫣是我们家的一员，你也是，我们要共同进退，而不是像你一样排挤他。毕竟他爸爸救过你的命。陆峰就不明白了，他们对秦嫣这么好，还不是为了替他报恩？陆威紧紧捏着手，快忍不下去了。二哥，是不是让我把这条命赔给秦嫣，你才会满意？陆峰大声呵斥，你看你说的什么话？我们做这些是要你的命吗？这是为了让你跟嫣嫣好好相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吗？你究竟要赌气到什么时候？我没赌气，他不想再像上辈子那样，为了哥哥们牵动自己的情绪，他不会再解释，也不会在意他们的想法。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房间了。陆峰一副头痛的样子。陆威，如果你现在答应加入战队的话，我们对你之前做过的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咎。陆威只觉得可笑，他头也不回的上楼，脚步格外坚定。次日上学，陆威有些打瞌睡，毕竟晚上熬了一个通宵。上课时，老师忽然抽秦嫣来回答问题，结果秦嫣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回答上来。老师叹气，秦嫣同学，你最近老是开小差，这次复习的内容你都没掌握，考试会吃亏的。小跟班见状连忙开口，老师，最近陆威很认真，他肯定知道。这下所有人都看向陆威，大多都在看笑话，却不想陆威站起来，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老师很诧异，回答正确，陆威最近很用功，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对，不能松懈。秦嫣心底恨极了，如果不是因为游戏耽误了时间，他肯定能回答上来的，结果让陆威抢了风头，真是可恶，他必须补上来才行。陆威被夸奖后，心情变好了不少。放学后没去医务室，直接回了陆家，免得被二哥发现端倪，他得小心一点才行。做作业的时候，他拿出了手机，纠结到底要不要跟傅晨谦说一声，毕竟自己今天没过去。不过他好像也没有在等自己，每次都是他厚着脸皮过去的。陆威盯着手机，有些犯难，要不晚点再发。他放下手机开始做作业，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趴在桌上打算眯一会儿，结果一不小心就睡着了。第二天陆威是被闹钟吵醒的，竟然一觉就睡到了早上。陆威收拾好后急匆匆的去了学校，等到下午放学，他再次去了医务室，却没看见傅晨谦。值班医生看着他，小姑娘，今天是我值班，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要想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还太早了。陆威闹了个大红脸，但他也没解释。后面几天他偷偷去医务室，都没看见傅晨谦，一时间他有些失落，大概是习惯了他会在医务室等自己，一直到考试结束后，陆威都没再见到傅晨谦。但他觉得自己这次考得还不错，等出了结果再告诉他也不迟。放学回家却看见今天的客厅里难得很热闹，哥哥们都回来了，居然没去训练营。陆流挑没看过来，今天的考试怎么样？你为了所谓的努力学习，不加入战队，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考得有多好。面对六哥的打击，陆威也没放在心上，反正他做什么哥哥们都看不上。他抿着嘴角，我会努力的，努力提高成绩，努力远离你们。四哥嗤笑一声，陆威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都要毕业了临时抱佛脚，最后排名还不是在嫣嫣后面。秦嫣笑着开口，四哥别这么说，微微姐最近很用功，老师都夸奖她了，成绩排名也不能代表一切呢。愤怒席卷陆威的胸腔，上辈子他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每次自己考得比秦嫣好，秦嫣都会来找自己的麻烦，然后导致哥哥们不喜欢他。陆威为了不让哥哥讨厌自己，故意考试随便写写，到了高考的时候，他就是想压过秦嫣一头，证明自己比秦嫣厉害。可最后呢，大哥却逼着自己跟秦嫣报同一所更差的学校。想到这些，陆威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先回房间了，这次他不会犯傻了。第二天周末，陆威睡了个自然醒，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关于游戏比赛的消息，果然和上辈子一样，官方发布了复活赛的通知。那时候六哥在复活赛时卯足劲想要赢比赛，只有这样才能晋级，在决赛中跟傅家小少爷复仇。但上辈子露天战队能获得冠军，其实也算是捡漏。傅家小少爷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时刻退赛，才给了他们赢得冠军的可能性。陆威看着游戏介绍，忽然有些手痒了。不过他脑子里面忽然出现了傅晨谦的声音，他跟他约定好，看月考成绩决定玩不玩游戏。他拿出手机，思前想后，还是给傅晨谦发了一条简讯：师傅，我上周放学没去医务室，是因为我二哥发现了我没按时回家，担心他发现我的秘密基地，所以我才没来的。陆威发完消息后，盯着对话框看了半天，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另一边，傅晨谦看着收到的消息，细眸微眯，在他眼中，医务室是秘密基地吗？星期一早上，陆威下楼又看见了秦嫣还有哥哥们。陆流语气带着嘲讽：今天出成绩对吧？陆威冷漠点头，对，我早劝你加入战队，毕竟以你的成绩也考不上什么好学校，与其浪费时间学习，还不如早点训练成为职业选手。凭我们陆家给的资源，出名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惜你没珍惜这个机会，只有给嫣
嫣嫣了。陆威想到上辈子被替换的屈辱，平静的回答：我倒是无所谓。陆流被他无所谓的样子气得不行，我等着看你考出的好成绩。哼！陆威走后，陆流的表情有些担心，毕竟复活赛很重要，要是输了就彻底没机会。虽然秦嫣很努力，但游戏天赋实在不够，想赢傅家那小子。现在陆威是唯一的人选，他又拉不下脸去求他。陆流为了比赛的事情很苦恼。陆峰拍了拍他的肩膀，等成绩出来后，他就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了，到时我再跟他好好说说。秦嫣在旁边听着，憋屈得很，他可一点也不想把位置让给陆威。陆威到了学校以后，大家都在讨论这次的考试成绩。呵呵，某些人这段时间这么努力，不知道考了多少分。没多久，班主任拿着成绩单过来，都安静一下。这次普遍考的都不怎么好，特别点名秦嫣同学，退步了200多名。秦嫣脸色瞬间一沉，他知道自己最近状态不对，但没想到考得这么差。班主任顿了顿，不过陆威进步了不少，能排到年级100，以后继续保持。这句话一出，教室瞬间炸开锅。陆威露出一抹笑容，他居然真的做到了。老师，我怀疑陆威的成绩有问题，他不可能短时间进步这么多。这句话说出来后，几乎所有人都看向了陆威，眼神都带着怀疑。班主任看到陆威的排名后，其实心底也有一些怀疑，但最近陆威的确也很努力。秦嫣弱弱开口，老师，微微姐很想取得好成绩证明自己，毕竟她跟家里的哥哥打赌了，所以您就别怀疑她的成绩了。这次的成绩对微微姐来说真的很重要，求你了。这一番话说得相当的漂亮。陆威嘲讽一笑，白莲花的段位可真高啊。果然班主任听完后，直接怀疑陆威为了赢得赌注冒险作弊了。秦嫣看见班主任犹豫了，他就知道这次自己又赢了。你难道不说2句解释一下吗？班主任怀疑的目光扫向陆威，陆威冷淡开口，我没作弊。短短几个字，多的他也没说。上辈子他的成绩一旦超过秦嫣，这个女人就会想办法来找自己的麻烦，现在又故技重施了。秦嫣连忙接话，老师，我就说他不会作弊的，您就别怀疑了吧。如果取消他的成绩，虽然看似维护了大家的公平，但会伤害到他的。班主任思考了一番，陆威的排名暂时先作废，等我调查清楚再说。如果作弊属实的话，会给他应该有的处罚。班主任走后，秦嫣眼里露出一抹得意，马上拿出手机给六哥报喜。六哥，怎么办啊？微微姐为了赢跟你的赌注，居然考试作弊取得好成绩，现在要被记过处分了，我好担心微微姐。陆威平静地打开书继续复习，至于排名是否取消他完全不在意。秦嫣也只能影响班主任，影响不了高考成绩，但他还是有些难受，毕竟他跟傅晨谦约好了，要是成绩能进前100名的话，就能一起打游戏的。上午的课结束后，陆流就来了，秦嫣露出得意的神色，六哥，微微姐就在教室，你要不要跟他谈谈？如果他好好道个歉，承认作弊的话，说不定不会被处分。陆流看了一眼教室的陆威，我先去办公室找班主任。与此同时，陆威的手机响了，居然是傅晨谦打过来的，他立刻走到外面走廊接通，电话那头熟悉的慵懒声音响起，成绩怎么样？陆威忽然有些难受，本来是排名100，但成绩好像要被取消了。傅晨谦瞬间变得严肃起来，怎么回事？然而正在和傅晨谦通电话的陆威还来不及向他解释成绩被取消的前因后果，就被班主任派来的同学匆匆叫走。一进门便传来了陆流愤怒的声音，陆威，我没想到你为了赢居然考试作弊，凭你平时的成绩根本不可能突然提高这么多，赶紧承认你作弊的错误，争取让学校给你减轻处分吧。陆威冷笑，单凭你们的这些揣测就能成为证明我作弊的证据吗？陆流恨铁不成钢，抱歉班主任，陆威作弊都是因为跟家里赌气，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那样，让他写一封检讨书，公开在全校面前道歉，就别给他处分了。班主任叹了口气，也行，毕竟都快毕业了，背一个处分也不光彩。陆威的心一沉再沉，他们3言2语就定好了他的罪，没人相信过他，而还不等他再次开口，忽然一个小老头走了进来，校长，您怎么来了？我听说有个高3的学生进步很大，但被人质疑抄袭，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班主任有些诧异，这么小的事情怎么会惊动校长？一旁的陆流对此倍感羞愧，校长，这是不用调查了，就是我妹妹作弊了才有的好成绩。却不想校长没有接他的话，而是温和的看向陆威，这位同学，其实验证你有没有作弊，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在我们所有人的监督下重新做一套题，你愿意接受检验吗？陆威看向校长，我接受，但是我有个条件，如果证明我没作弊的话，那么污蔑我的人是不是要当众道歉？很快，陆威在安排好的位置上坐下，考试开始，时间1分1秒过去。秦嫣好奇这么久了，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走过来见陆威在做题，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六哥，这是在做什么呀？难道是微微姐重新做题吗？陆流冷哼，没错，他死不承认抄袭的事，这次就让他输得心服口服。秦嫣很不甘心，但他就是不想让陆威证明所谓的实力。不过陆威哪能真的考出什么好成绩呢？片刻后，班主任有些激动开口，成绩出来了，陆威同学考得很好，并且这套题比月考更难，他的成绩却比月考还要好。陆威听见这个结果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陆流的表情有些破裂，拿过试卷看了一眼，分数骗不了人。秦嫣也看见了试卷上的成绩，满脸不可置信。校长欣慰点头，好了，所以陆威同学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这么大的进步。既然真相大白，那么污蔑他的人就该道歉。这话一出，秦嫣的脸色迅速一沉，陆流的神色也变得尴尬。以前都是陆威追着他跑，他高高在上惯了，现在要让他道歉，比杀了他还难受。秦嫣立马话音一转，玩笑着开口，微微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平时在家你偷偷学习，我们都不知道呢。你取得好的成绩被怀疑作弊，六哥第一时间来学校帮你呢，他其实对你很好的。陆流顺着秦嫣给的台阶干咳一声，嫣嫣你别说了，某些白眼狼不会明白的。陆威呵呵哒，是啊，六哥第一时间来学校，跟老师说我的确抄袭，强按我的头道歉，这样的好，给你，你要不要啊？秦嫣顿时哑口无言，可一贯以单纯善良自居的他又岂能因此落人口舌？很快2个不明真相的小跟班就屁颠赶来了他的身边，老师，我们就说陆威作弊才取得好成绩，现在是不是调查清楚了？而还不等他人插话，秦嫣即刻一脸无辜的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调查清楚了，微微姐的确没作弊，我刚才就让你们不要乱说，现在你们应该跟他道歉才对。当着班主任和校长的面，小跟班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为刚才的言行付出代价。事情草
草草结束，陆流气愤地带着秦嫣先走一步。陆威向校长道谢后也离开了办公室，他才往外走了几步，便看见傅晨谦站在走廊处。今天的他还穿着白大褂，应该是轮到值班了。见陆威走来，他直言问道：“处理结果怎么样？”对上他的眼睛，陆威心跳无端加快了不少。当然是我赢了，校长让我重新做了一套题，我考得比月考还好。傅晨谦声音不紧不慢：“他们道歉了吗？”陆威愣了一下，他的重点是这个吗？只有替罪羊道歉了，幕后的人没有，但刚才已经狠狠打脸了他们，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傅晨谦轻笑一声：“放学后来找我。”放学后，陆威刚到医务室，傅晨谦就点了点身边的电脑：“答应你的，考进前100，陪你玩游戏。上游戏有号吗？有，但我想建个小号。”陆威偷瞄到傅晨谦的游戏界面，名字看着有点眼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瞬间想起了什么。他上辈子有个网恋对象，名字也叫这个，但上辈子他不是这个时候遇见网恋对象的，也许只是巧合。那个，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傅晨谦的手一顿，随便取的。陆威点点头，也许真是巧合吧。两人上游戏以后，陆威感觉出来傅晨谦不是纯新手，估计也是切了小号陪自己玩，但他的操作真的很像那个人。上辈子是那个人教自己怎么提高游戏技能，最后才能一路过关斩将冲到决赛。虽然直到死他也没见过网恋对象，但他还是很感激他帮助过自己。两人玩了一会儿游戏，外卖送了过来，陆威看见居然还有一个小蛋糕，为什么会买蛋糕？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这些吗？算是你取得好成绩的奖励。陆威忽然有些感动，他低头尝了一口，心情怎么都平复不下来。傅晨谦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有些不确定道：“难道蛋糕很难吃？很好吃，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专门买过蛋糕了。自从父母去世以后，他就再也没过过生日。过生日不吃蛋糕吗？”陆威沉默了一会儿，我父母在我生日那天出车祸去世，所以从那天起就再也没过生日。傅晨谦的心脏好像被什么狠狠蛰了一下，有点喘不过气。陆威感觉到气氛不对，其实我不在意过不过生日，因为我也没心情过，毕竟那天是父母的忌日，他有什么资格过生日呢？傅晨谦克制住了心底的情绪，这么懂事的样子，让人既愤怒又无奈。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小孩不要随便在外面逗留。知道了，那我以后还可以来这里找你吗？陆威看着他，带着一些不确定。傅晨谦眼神漆黑如墨，这么相信我，不怕我骗你？因为我没什么值得你骗的呀。师傅，你算是我目前唯一的朋友了。傅晨谦勾了勾唇，故作严肃：朋友吗？以后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特别是男人。知道了，我走了。陆威挥手离开了医务室。傅晨谦在他走后一直坐在椅子上，他看见桌上放着的蛋糕，想起了当年的车祸现场，那个被打碎的大蛋糕，他的头控制不住开始隐隐作痛。从那场车祸以后，他也再也没吃过蛋糕了。几日后，露天战队复活赛到了，就在这周六，陆威十分期待这一世，没了他的主动参赛和暗中助力，六哥在比赛失利后会是一副怎样的姿态，以及放弃高考复习时间也要顶替他参赛的秦嫣，在尝到前功尽弃的滋味后又是否会露出本性。比赛开始前，陆威拍了一张比赛门票发给了傅晨谦，我下午去看比赛，就不上游戏了。而另一边的傅晨谦在回消息时，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头凑过来，顾子峰很不理解，哎，我说你如果是因为愧疚，直接去补偿他就行了，一直守在他身边是想做什么？傅晨谦捏着手机一言不发，似乎是思考了良久，陪着他成长，陪他走出低谷，直到他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了，今天下午比赛的票有吗？还有在比赛开始前，他也有一件事要做，比赛现场。陆威直接去了观众席，他看着台上的座位，一时间陷入了恍惚。上辈子他就是坐在台上的位置。力挽狂澜赢了复活赛，参赛的队伍纷纷上场。陆威看见陆流跟秦嫣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只不过他发现二哥、四哥都不在，什么情况？台上的陆流也没想到会被二哥、四哥临时放鸽子，导致计划全被打乱。秦嫣贴心的说，二哥和四哥的公司都发生了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毕竟他们是公司的总裁，也不是职业选手，你懂什么？我们都一起训练了这么久，他们说不来就不来，我们还怎么比赛？陆流却忽然间又想起了陆威，下意识说，你说这个时候要是陆威来比赛的话，会不会好点？秦嫣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心底有些恼怒，难道他这段时间不惜请假来训练比赛，还比不过一个什么都没做的陆威妖？秦嫣的余光忽然瞥见观众席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六哥，微微姐来看咱们比赛了。陆流的眼神亮了起来，他还是来了。下一刻，陆威就接到了二哥陆峰的电话，微微，你应该在现场吧？我跟你四哥忽然公司有急事要处理，不能去参赛了。今天的比赛对你六哥来说很重要，你加入吧。不管之前你跟六哥间有什么矛盾，遇到困难，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是吗？陆威的沉默震耳欲聋，他索性直接挂了电话，什么都不想说。他今天是来看笑话的，不是来比赛的。台上的陆流等了一会儿，也没等到陆威，顿时有些烦躁了起来。陆威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亲自下去请他？秦嫣眼神微僵，强撑着说，六哥，要不我帮你问问微微姐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相信她一定会来的。陆威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不用猜他也知道秦嫣要对自己说什么，直接拒接了电话。秦嫣被挂电话后有些诧异，很快又露出一抹得意神色，正好懒得浪费他的时间，他要让陆威亲眼看看自己跟六哥一定会赢这场比赛。比赛正式开始，陆威看着大屏幕上的解说，对方显然了解过六哥的打法，并且研究出来了诱饵招式。上辈子他劝告六哥警惕一点，不要全部冲上去，那时六哥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带着一个人冲过去，结果中了对方战队的埋伏，是他带着剩下的队员冲过去救人，力挽狂澜偷袭了对方的老巢。这辈子他倒想看看六哥会做出什么决定。果然六哥跟上辈子做出同样的决定，带着整个队伍冲进了敌人陷阱，队伍节奏全部被打乱，秦嫣瞬间慌神，连连失误，差点害死了队友。陆流忍不住破口大骂，秦嫣你的脑子呢？不是说了全部都撤退，你去打什么打？显得你很能耐是不是？秦嫣的心态也有些崩，六哥，我也咽不下这口气，看见那个残血就想过去收割一下，你对你的操作这么自信的话，刚才就不会被对方困住，害得我们都被攻击。秦嫣被当众大骂，一时间面子有些挂不住，要不是六哥你中了陷阱，带着我们大家被包围，怎么会变成这样？陆流恼羞成怒，你还有脸说我？
分明就是你拖了大家的后腿，训练这么久一点长进都没有，浪费时间。秦嫣气得直接离开了座位，全场顿时一片哗然。陆流只能申请暂停了比赛，他没想到秦嫣还敢耍脾气离开。如果是陆威的话，不管被自己怎么骂，他都不会这么耍性子。对面战队的人见状，直接站起来嘲讽，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你们输定了。什么家族战队，不就是父母双亡，留下这么多个孩子，打游戏又不是拼谁生的孩子多。陆流的暴脾气一点就着，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怎么，要是你爸妈还活着的话，看见你的比赛估计也会被气死。陆威在台下听到之后眼神愤怒，这帮人怎么敢羞辱他父母的，直接冲去了后台。通道里，他跟六哥面面相觑，陆流的面子有些挂不住，看着别人嘲笑我们家族战队，你满意了吧？陆威冷着脸，是你技不如人。他转头看向刚才出言不逊的涂山战队队长，你嘴这么烂，我还以为你父母也很早就去世了，没人叫你礼貌呢。等下的比赛，要是你们输了的话，当着记者的面公开对刚才辱骂我父母的话道歉，你觉得我们会输？真是痴人说梦。那如果你们输了，你们的队长也要对刚才说的话公开道歉才行。陆威很淡定，他知道怎么赢，只不过陆流就不行了，到时候输了，你自己去道歉，你都不是战队的队员，谁让你自作主张做决定的？我是为了让那个家伙公开道歉而已，不为别的。陆威刚说完，二哥陆峰就赶了过来，微微，看见你站在这里，我很高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整整齐齐了。他又看了一眼四周，嫣嫣呢？陆流脸色一僵，不知道，骂两句就跑了。队伍其余的人开口，队长，嫣嫣也是太想赢比赛才会着急这么做，这也不能怪他呀，你刚才说的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陆流听得憋屈，什么叫他过分？刚才秦嫣犯错，他作为队长难道还不能说两句了？陆威跟着队员接话，是啊，秦嫣都这么努力了，甚至不惜耽误学习的时间，六哥你怎么骂他呢？你只是快输掉比赛，但秦嫣丢掉的是自尊心啊。陆流快被气死了，这都什么跟什么？陆峰也看了一眼陆流，老六，你这脾气应该改了，刚才的直播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带着大家去了陷阱，你作为队长才要负责，嫣嫣只是太着急才会犯错的。陆流只觉得一阵的无力感，陆威在旁边冷眼旁观，呵呵，终于也让六哥体验一回自己的感受了。他冷静开口，想要赢这场比赛，后面的所有安排必须听我的，因为我有办法赢。陆流再不甘心也不能说什么，毕竟他现在真的没什么办法。比赛很快继续开始，陆威坐在了秦嫣的位置上，原本是他上辈子的座位，但这次他不是为了讨好六哥而战，而是为了自己。傅晨谦站在2楼的窗户前，看着那个认真比赛的女孩，他现在的光芒属于他自己。陆威进入到游戏当中，秦嫣玩的账号职业跟他以前的一样，远程炮手。他很快上手，身影在建筑中游走，时不时出现攻击，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节奏。主持人激动的解说，这位炮手的操作很厉害啊，动作十分老练，他竟然直接躲过了对方的大招，他是怎么预判对方招数的？快看，他直接冲了出去，腾空连跳打出了12连击，这可是曾经的大神 King 才能做到的招数，太不可思议了！全场瞬间哗然，大神 King 就是在场所有人心中的神，虽然退役多年，但依旧留着属于他的神话。这个女孩跟大神 King 是什么关系？陆流死死盯着游戏画面，心底中的震惊瞬间将他席卷，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了解过妹妹。胜负已分，陆天战队赢了，主持人惊呼，替补的队员太不可思议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大神 King 的徒弟？全场沸腾，还有粉丝喊着 King 的名字。陆威听见这个名字后陷入了恍惚，上辈子是那个人教会了自己12连击，他也怀疑过他跟 King 的关系，只不过他从来没承认过。陆威取下了耳机，站起来时，耳边传来了胜利的欢呼声，他终于能让刚才那个对父母出言不逊的人公开道歉了。他看着涂山战队的队长，你输了，该兑现承诺了。是我输的心服口服，你很厉害，我刚才比赛时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涉及到了你们的父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这么说，道歉。比赛结束散场，陆威去了后台，抬头就看见了满脸泪痕的秦嫣，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任谁看见了都会心软几分。六哥，都是我的错，不该任性离开比赛现场。他没想到那种局面下，陆威还能代替自己参赛，并且还赢了。陆流板着脸，你还知道回来呀？要不是陆威的话，这场比赛你说怎么办？都是我的错，不该被骂了几句就玻璃心，我就是太害怕失败了，才会做出这么笨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了。秦嫣一哭，其余的队员都纷纷开口，队长，他都道歉了，比赛也赢了，你就别计较这么多了。陆流心底那种无力感又出来了，就是憋屈。陆威见状心底一笑，曾经他被无数次这么对待，六哥，你只被这么对待一次就受不了吗？陆威转身准备离开，却被陆峰叫住，微微，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战队，以后我们一家人共同进退，以前的事都一笔勾销了。陆威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呵。还以为他是从前那个陆威吗？当着白脸假妹妹的面，一向偏爱他的哥哥竟然首次为真妹妹说话，秦嫣不甘心的快要疯了。然而终于被哥哥正视的陆威此刻却毫不在乎，他现在不稀罕了。只听二哥自信满满的邀请再次传来，微微，经过这次比赛，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将来你在家族战队的位置没人能取代。陆峰以为自己这样说，陆威应该就会彻底放下之前的芥蒂。六哥陆流虽然没再说话，但也觉得这次二哥都给他台阶下了，陆威应该不会再赌气了，却不想他们等来的只是陆威冰冷的3个字，我拒绝。我这次参赛只是因为对方战队出言不逊侮辱了父母，并不是想加入你们。然而陆威坚定的话语刚刚落下，秦嫣不合时宜的哭声又再次传来，微微姐，我知道你恨的人是我，如果是因为我的存在让你不高兴，那我马上退队，绝不会跟你争位置。陆威再也看不下去这副恶心的嘴脸，够了，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不加入战队是因为我不想，跟任何人没关系。秦嫣吸了吸鼻子，声音乖巧，我就知道你还是在生气，是我不自量力抢走了你的位置，我以为能捡你不要的机会，能在陆家也能出一份力，可惜我太笨了。下一刻他竟拿出一把修眉刀对准手腕，微微姐，如果我死了的话，就不会再跟你抢这个位置了，你放心。陆威被吓得后退一步，这女人是不是
是疯了？陆枫和陆流也被吓到了。嫣嫣，你先冷静点，这事跟你没关系。六哥，都是我的错，一开始我就不该捡薇薇姐不要的机会，也就不会惹她生气了。反正这些年能在陆家长大，我已经很满足了。刚才还对秦嫣有一点意见的陆流见状瞬间心软了。陆枫也急了，陆薇，你难道忍心看着妹妹受伤吗？却不想陆薇不冷不淡开口，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首先我说得很清楚，不加入战队只是因为不喜欢，跟你们都没关系。其次，秦嫣用自残来逼我妥协，跟我自残逼爱斗取我有什么区别？少玩道德绑架这一套。陆薇，他爸爸救过你的命，你怎么能这样激怒他？听到这里的陆流直接气坏了，直接对陆薇一耳光打了过去。陆薇没反应过来，他根本没想过六哥居然会打自己，只不过这一巴掌并没有落在他的脸上。傅晨谦突然闯入，一把拦住陆流的手。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你们这已是第2次暴力犯罪，据法规，当事人可以报警并提出人身自由保护。陆薇更猛了，他怎么来了？陆流咬牙，你谁啊？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个外人没资格多管，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你们的行为有多过分。傅晨谦眼神冰冷，他忍不下去了。陆枫认出了他，傅医生，你误会了，这次不一样。哪不一样？你们的假妹妹拖后腿玩消失，靠陆薇这个真妹妹上场赢了比赛，你们不对她好点，竟然还对她动手，脸的请问？陆枫顿时哑口无言，这才有些愧疚的看向陆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嫣嫣冲动，做出伤害自己的傻事。傅晨谦冷笑，不想假妹妹受到伤害，所以你们选择伤害真妹妹。陆枫心底的愧疚加倍，陆流愣在原地，心虚的藏起了自己的手。也许正是因为以前不管做了多过分的事情，陆薇都不会计较，所以他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道歉就该有个道歉的态度。傅晨谦直接抓住了陆薇的手，对陆流狠狠扇了过去，啪的一声，震得陆薇手心发麻。他愕然看向身前的男人，只觉他的身影此刻格外高大。陆流眼眶猩红，陆薇，你居然敢打我！陆薇缓缓收拢自己的手，不得不说有点爽。刚才你打我，现在我还了回去，有问题吗？可我是你哥，我刚才是在阻止你说错话，这能一样吗？傅晨谦语气嘲讽，那能问一下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能闯下你所谓的大祸？陆流理直气壮，刚才嫣嫣情绪激动，万一被陆薇的话激怒，真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怎么办？傅晨谦转而看向秦嫣，我们都说话这么久了，你要自杀的话怎么还没动手？拖延时间给谁看？秦嫣此刻很尴尬，她拿着刀片的手放也不是，继续也不是，最终只好故技重施，泪水成串落下。我刚才也是着急，你着急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死，但用自杀来威胁别人做不愿意的事，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下子秦嫣直接被气得真哭了。陆薇实在是不想在这浪费时间，她看了一眼傅晨谦，我们走吧。却不想下一刻，警察突然来到了现场，一起来的还有律师。你们好，我是陆薇小姐的律师。介于她的家人多次使用暴力的事，我们已提出了证据提交，现在她会在警方的陪同下去她觉得安全的地方。陆薇有些诧异，她没请律师啊？难道是傅晨谦做的？傅晨谦和他对视了一眼，目光平静，却让陆薇感觉到了安心。陆枫顿时有些挫败，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要失去妹妹了。薇薇，以前是二哥做的不够好，让你受委屈了，不过我保证以后不会了，你别闹成这样行吗？陆薇眼神分明，还是算了吧。说完他转身就走了。陆枫看着他的背影，眼眶微热，果然是伤了陆薇的心，所以他再也不肯相信他，也不肯回陆家。陆流也急红了眼睛，他怎么能走呢？她是他们的妹妹啊。而此刻的秦嫣心底恨毒了陆薇，本来今天用这一招绝对能挽回陆流的信任，还能挑拨陆薇跟陆流的关系，都怪那个忽然冲出来的校医。他眼珠转了转，二哥，薇薇姐跟那个校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担心他会不会被骗，毕竟我们陆家有钱有势，一个小校医指不定想攀他上位呢。陆枫皱眉，我会派人把他接回来，再让那个校医消失在 C 市，他们陆家可没这么好惹。秦嫣眼底闪过得意，没了那校医当靠山，陆薇就会变成原来那个好欺负的软柿子了。可他们都没想到，这次派去调查的人竟然都没找到大小姐跟那个医生的下落，陆薇真的不见了。此刻陆薇正跟傅晨谦坐在车上，他看着四周的车流，不禁有些担心会被家里派来的人找到。C 市是陆家的地盘，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忍耐，想等高考后再离开这里的原因。傅晨谦看出了他的小心思，别担心，他们找不到你的。现在你需要思考的是住在哪儿，我知道有个地方出租房子，带你去看看。陆薇走进傅晨谦说的那套房子时，忍不住开口，这房子应该不便宜吧？我目前比较穷，钱不是问题，这是我朋友的房子，反正他也不住，你就算在这里帮他看房子。陆薇忍俊不禁，师傅，这不会是你的房子吧？不是，我的房子在隔壁，不然你住别的地方我也不放心。可恩，毕竟是我把你拐出来的，你就暂住在这，不用担心别的事。陆薇心里想着这也太巧合了些，但还是点了点头。师傅，租金还是要给的，我可以睡沙发，不会弄乱你朋友的房间。傅晨谦拧眉，你不用睡沙发，反正他没来住过，人傻钱多。陆薇笑了，那你们的关系一定很好。傅晨谦看了一眼时间，转移话题，现在想玩会儿游戏吗？可以啊。陆薇打开游戏时，看见了首页的游戏直播，赫然是他刚才比赛里打出12连击的画面，标题还说大神拼的徒弟重出江湖，他莫名有点心虚。傅晨谦看了他一眼，你在游戏打出的12连击什么时候学会的？陆薇有点慌，这要怎么解释？总不能说是上辈子学会的吧？可恩，其实我是大神拼的粉丝，从小就喜欢他，然后偷偷练习他的成名绝招，其实我以前都没成功过，但这次比赛不知道为什么就使出来了。傅晨谦的目光复杂起来，你从小就喜欢他？对啊，一直都很喜欢，所以才会熟悉这些。陆薇觉得自己这么解释很合理，毕竟只要玩这个游戏的人，没有不崇拜大神拼的。傅晨谦的神色却有些不自然，不要随随便便就喜欢谁。玩了会儿游戏，陆薇还刷了2套高考真题，累得脑子都转不动了。准备睡觉时，才想起自己没带任何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他纠结了一下，打算出门买点生活用品。傅晨谦就推开了门，这么晚了，想去哪儿？陆薇莫名有种被家长抓包的感觉。那个，我买点洗漱用品，还有睡衣。傅晨谦怔愣了一下，而后转身关掉门，走吧，我陪你。然而临近深夜，大多数商铺都关门了，陆薇最终也只买了洗漱用品，睡衣没买到。傅晨谦心情有些不太美妙，回到自己的公寓后，
马上给顾子峰打去电话，你安排的公寓怎么回事？怎么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我说哥，你一个电话要我在半小时内搞定那套房子，我哪有时间去安排那些？再说了，你直接陪他去买，不是正好拉近关系？该不会是你没想到，然后大半夜出门买吧？傅晨谦咬牙，你可以闭嘴了。他直接挂了电话，有点窘迫的看了看衣柜，拿了一双自己的拖鞋，还有一件干净的男士上衣，然后走到隔壁敲门。陆威开门时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漉漉的，脸也红红的。傅晨谦的目光忍不住飘忽了一下，径直走入室内。陆威下意识后退，不料左脚踩右脚，整个人朝着地面摔去。他脑子一懵，下一刻却跌入了一个温热的胸膛。陆威趴在傅晨谦怀里，呆呆傻傻。傅晨谦喉头微动，将人放开。这衣服是新的，没穿过，鞋子你先将就穿一天。陆威红着脸，谢谢啊。傅晨谦对上他的眼神，不禁回避了一下，我先走了，你等等记得反锁门。他走后，陆威回头看着陌生的房间，嘴角微微上扬，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躺在床上拿起手机，才发现有几十个未接来电。一开微讯就看见了二哥发来的消息，微微，你到底在哪？别赌气了。微微，在 C 市，你根本躲不了多久，别等被大哥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家人啊，小摩擦小矛盾一点也不能原谅吗？陆威越看下去眼神越冷，呵呵，原谅不了一点。次日上学，傅晨谦目送他平安走进学校，才收回视线。陆威直接去了教室，但他刚到教室门口，就有人开始尖叫，陆威来了，他就是昨天在比赛中打出12连击的大神，他跟传闻中的大神 King 到底是什么关系？好好奇。一时间不少人都围向陆威，还有找他签名的。秦嫣看到陆威众星捧月的样子，直冒酸水，他直接向陆威走去。微微姐，你昨晚一夜没回来，到底去哪里了？二哥都快急死了。小跟班马上附和，嫣嫣，我看陆威是跟孝义谈恋爱，然后同居了。啧啧。秦嫣余光忽然注意到了什么，马上态度一转，微微姐，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有家人这么担心，我跟你很熟吗？少来假惺惺，这里又没人看你演戏，不累吗？这时6个陆流就走了过来，看向陆威表情复杂，你怎么和嫣嫣说话的？明明是你夜不归宿，你做的不对还不准别人说吗？陆流本来今天可以不用送秦嫣来学校的，但鬼使神差的还是来了，因为他知道陆威今天肯定会来学校。陆威看见他出现也没觉得意外，那秦嫣不是也经常跟你们夜不归宿吗？秦嫣顿时眼眶通红，微微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陆威，你胡说八道什么？嫣嫣是妹妹，你赶紧和她道歉，是她先胡说八道的，这些我都是跟她学的。陆流原本克制的脾气瞬间又绷不住了，陆威，你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难道你昨晚没和那个孝义在一起？这是事实。陆威看着他，眼神平静无波，就算是也和你们没关系。他冷笑一声，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完全无视了外面的人。陆流心底窝着一团火，秦嫣眼底闪过嘲讽，他转移话题，那个孝义的事情，六哥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让那个男人付出代价。陆流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这是必须要有一个交代才行。秦嫣目的达成，回教室经过陆威时，故意低声开口，怎么办？六哥去找校长了。陆威脸色骤变，他还是给傅晨谦添麻烦了。终于熬到了下课，陆威立刻给傅晨谦打电话，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依旧平静，怎么了？我六哥去找校长了，可能会找你麻烦，但你放心，我会去解释清楚的。小孩，大人的事你不用管。男人语气很笃定，甚至有些狂傲。陆威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毕竟他平时看起来属于很内敛的人，但他却莫名相信了他的话。放学后，陆威刚收拾好书包想去医务室找傅晨谦，却不想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二哥陆峰，手里还拿着一个玩偶熊。微微，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受了委屈，以前是我工作太忙忽视了你的感受，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是你的监护人，那个孝义不是。现在学校已经有风言风语，我可以让你一直待在家准备考试。迟来的关心比草芥，陆威板着脸往前走，最终还是决定先回一趟陆家，他不能给傅晨谦惹麻烦。虽然今天没事，但要是二哥认真起来，那就不一定了。陆威回到房间就拿出手机给傅晨谦发去消息，今天在学校，我哥哥没为难你吧？下一秒傅晨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把他们打人的证据拿了出来，还有律师在场，能有什么问题？小孩，如果他们再欺负你，我马上来接你。陆威咬了咬唇，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